西方税收到底有多夸张？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越有钱的人，收入越高的人，交的税也越多吗？我只能告诉你们，还真的不一定。为什么美国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多有钱人收入那么高，资产那么高，一年只交几千或者几百美金的税费呢？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在中国这边有没有可能这么操作呢？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开始之前，当然先问一下我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在中国这边税收逃漏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在你们的经验中有没有这种事情？接下来的话，咱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Marky 是这个小伙子的名字，这个小伙子是个得贵的小伙子，现在在四川成都，刚才出来在这边散会儿步，运动一下。小区里头走2圈，舒服。税收逃漏，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么按照正常的道理，正常的逻辑，挣的钱越多的人，他们交的税，他们贡献的这个税金也是越高的，越多的。但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情况，很多人他们特别有钱，工资收入非常高，但是他们交的税居然没有非常高，可能都还没有正常人交的高。那是怎么回事？3810亿美金，这个就是美国政府每年因为税收的逃漏的损失，也相当于是每年即时的正常交的所有的税里面的84%是被逃漏的。看到这个数据，我们就知道，在美国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些有钱人、这些富豪是怎么做到的，才能节约，才能避免这么多税收呢？具体的话，当然我们正常人肯定我们不会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些有钱人他们在这种税收咨询室，还有专门这种给他们做账的，还有帮助他们避免税收，包括说律师，在这些身上他们要花很多钱，他们每一天专门去找一些相关的政策，一些相关的漏洞，相关的机会，去帮助他们节约这个钱，然后他们就要拿走一部分。一般这种人会通过使用一些避税地去节约这个成本，把钱转到其他的地方，再转过来，用一些空白的公司去做一些交易，然后就去避免这个税。那么这种避税地最著名的有3个：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还有百慕大。我听说这3个地方的税收政策非常自由，只要你个人的居住地址或者你的公司的总部地址在这几个地方，你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税。那么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多世界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存在，他们也在慢慢的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也不是特别好解决，也不是特别快。包括说美国的前总统，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他也一样，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也非常有钱，但是他就是不给公布他每年的税收交税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我觉得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为什么这些有钱人会这么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什么都愿意给到别人，什么都愿意分享、共享。当你的东西越多的时候，你的财富
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想要越多，越不想跟别人分享。哎，这个其实很可惜。如果世界上这些非常有钱的人，就稍微分享一下他们的财富，可能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了。你们觉得呢？我刚才说的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越有钱的人想要的东西越多，越穷的人就越简单，越喜欢，越愿意分享自己的东西呢？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那么通过多年在中国的生活，我发现中国这个事情肯定还是有，还是存在，但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感觉不是特别多的人会去干这种事情，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有可能是中国这边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机会可能稍微合理一些，可能在这边做这种事情比较困难，可能没那么方便。但是也有可能是中国这边的有钱人和公司都是自己比较愿意去缴这个税，去把他们的财富跟大家分享，帮助自己的国家让它变得更好。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和西方国家税收的这个差距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今天我的分享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希望这个话题你们和我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希望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和东西。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们觉得还可以的话，那记得留下来你们的点赞和关注。现在就是成都时间的中午了，马克现在准备去做午饭了，把午饭吃了，接下来就要开始忙了。现在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如果你比较喜欢看马克的视频，那我想欢迎你在下一期又过来看一下我要去哪里耍。